秦先生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可是小女出了什么事情？大小姐以后不用再担心安全的问题，她已经拜入青云宗了。青云宗？就那点实力，能够保护她？你不能离开她的！家主，我元神境了。他怎么突然就元神境了？大小姐的师父正是青云掌教，就是在他老人家的指点下，我进入了元神境。青云掌教碾压了狼牙圣地长老谭秋水，谭秋水被限定不许进入青云万里范围。好，能够拜入这样的强者门下，百万灵石算什么？我总算是去掉一块心病了。你见过青云掌教，他如何？如同真仙降世，在他身上，我看到了天地变色、桑田沧海变迁一般，可怕到无法想象。那就真的可怕了。秦先生也进入了元神境，以后每年的灵石提升到20万。多谢家主。不过，以后我恐怕没有办法长久留在司徒家了。你要走？你女儿弄出一个清月商会，青云宗占大部分，她没有办法管理，只能我来掌管。这丫头懂什么东西？青云宗那边也允许她如此胡闹？家主，你最好小心点，恐怕要不了几年，我们就有可能是竞争对手。这次回来借一批精通纺织的大将，2年后归还，每个大将1万灵石。30名，那岂不是30万灵石？签订契约，2年后必须完整无损送回来。钱不能现在给，得等到半年后再给。这老狐狸，半年后给必有蹊跷。第二件事情是什么？青云宗准备开放秘境，金丹7级以下可以进入，每个势力各个境界最多3人，入门费1万灵石。原来如此。半年后，我云腾商会也会派人参加。他们青云是疯了吗？那个秘境是能够开放的吗？万一放出什么东西来，这天下就要大乱了。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不知道青云宗开放的是不是那个秘境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们派人去参加就行了，一举两得。他们青云宗沉寂这么多年了，这次故意开放秘境，想必就是提高他们的威望。我的意思是，我们不能以狼牙圣地的名义去，而是以其他门派的名义参加。可行，就这么安排。谨遵法旨。没有机会进入秘境，我们可以去青云宗赚钱啊！老爷英明，青云市集现在可是个香饽饽。快，大家动作一定要快！镇长，兄弟们实在没力气了。喝了这水，每个人最终不会少于100颗灵石。干！我堂堂元神境大修士，居然在这里督促普通人施工。那边一击没打稳，
给我重填。是，秦大人，马上办。这世道到底是怎么了？为了灵石，拼了！张扬啊，我已经10天没睡觉了，你总得让我休息休息吧。师叔，再坚持坚持，忙完这段时间，我给你数不完的灵石。王旭，忙着呢。六师叔，你多虑了。师叔，你多虑了。我就是过来看看，马上就走。大师兄，现在你不能进去，里面正在试你设计出来的那些衣服。你确定那些强大修士也是有道理的，对吧？放心，狼牙圣地圣师都有道理，你的担心压根儿不存在。朝阳这地方确实住着很舒服。这小子这次动用这么大的人力物力，怎么也比前面赚的灵石多吧？师叔，要麻烦你坐镇青云镇了。让江之秋有事就来找我。大师兄放心，已经准备好了。青云宗这是在干什么？为了宣传，都做到这种地步了吗？青云招待所百灵丹蕾丝，这是什么无耻的广告？几位贵客，你们想要住客栈吗？我们福来客栈有天字号房，保证你满意。青云招待所在哪里？青云招待所收费极高，坑人不浅，不如住我福来客栈。天字号房一日仅需100枚灵石，来客爆满，行情盼涨，往后房价只会越来越高。只需告知我青云招待所方位便可。唉，乔见那边建筑群便是，执意要去我也拦。家主，抱歉，我现在统管青云招待所的接待，家主是要入住吗？给我们安排安排。那我推荐你们住9号院，9号院位置最好，就是价钱要贵一些，每一天2000灵石。多少？2000灵石，每天结算，虽然贵点，不过还是值得的。家主入住就知道了。6万灵石，我先住1个月。家主9号院有3个房间，只能你和2位克星前辈居住了，其他的侍卫恐怕只能住外面。你们这么多人，1个月得花10万灵石。你们就住在外面吧。欢迎入住青云招待所，祝您开心。这不是明月的声音吗？明月，你在哪里？他们居然让我女儿做这种事！家主，大小姐自愿的。大小姐在忙清月商会的事情，恐怕暂时来不了。不过我会把家主你到达的消息告诉她，她有时间会来的。家主，这些东西的符文造诣不低啊，有这种符箓水平的，元婴期只是保守估计。神清气爽，凝神符文、风灵符文、巨灵符文、净化符文，难怪要2000灵石一天呢。这些事迹就是那个什么大师兄做的吗？我倒真想见见。怎么不行？不就是几个雕塑吗？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大师兄，这能行吗？咱们又不能来一场维密，就只能这么弄了。里面的东西都准备的差不多了，明天我们就开业吧。爹，你们怎么这么早就来了？还有周前辈、陶前辈也来了。我进入9号院的时候，听到你的声音，你怎么能做这种事呢？大师兄说我声音最好听，才让我来的。我可是和4师叔、7师叔春晓比拼赢了，才得到的这个机会呢。大师兄说我的声音有亲和力，有青春的气息，为此4师叔和7师叔还很不高兴呢。
我想见见你大师兄。不行，大师兄现在没时间，他在忙着明天清月商会开张的事情。等他忙完以后，我再引荐给你。爹，明天清月商会你可得去捧场啊！哼，我堂堂云腾商会会长，司徒家的家主，连个人都见不着，还想让我去买东西？爹，明天你最好去见识一下，有些东西我觉得云腾商会是可以学的。如果云腾商会不学，恐怕要不了多久，我们清月商会早晚会胜过云腾商会。行，我明天一定去看看。怎么这么便宜？其他商会的氧气丹都是200灵石一颗，他们怎么卖180一颗？你注意看，前面有会员价3个字。这会员是什么东西？怎么成为会员？成为会员很简单，只需要你用1万灵石购买我们的一张身份卡，你就可以成为我们的会员了。成为会员以后，除了享有9折优惠之外，充值进去的这1万灵石，在我们商会购买东西还可以抵扣。但是每天只能抵扣1000灵石，仅限开始的10天有效，10天之后就作废了。这会员制很可怕呀，这得吸引多少人来购买东西？打个比方，只要你成为清月商会的会员，你今天就可以免费拿走一张1000灵石的包颜符，购买其他的东西还可以打9折。我们今天开张只准备了100张，100张会员身份，先到先得，后续就只能等了啊！没有会员身份牌是享受不了9折优惠的。给我来1张！别等到，我要1张！钱居然是这么赚的，货都没交就先收灵石，1万灵石一张卡，还抢着送钱。大家确实喜欢我们的会员卡，对不对？今天最先交钱的50位，明天一定拿到。我张扬，青云宗代掌门作保。这小子就是张扬，什么都没卖，又赚了50万灵石。去，交1万灵石，必须给我搞一张会员卡回来研究。这个留声机是什么东西？爹，打开盒子，符文被激活就可以记录声音了。一道符文加几块废铜烂铁，卖1万灵石。去，各种东西都买一件，我要带回云腾研究。是。你们清月商会不公平，是不是在里面做什么勾当？明月，进去通知，就说他想进神秘区。谁要进去？报上名来，改天去你宗门拜访。一定有一门大生意，张大师的赚钱能力简直是宗师级别。大家都想知道今天到底赚了多少钱吧？几位师叔劳苦功高，躺着听，好好休息。看他们躺1天了，你小子赶紧汇报一下情况。这几个月搅得青云上下不安宁，是应该拿出一个结果了。四师叔，汇报一下你那边的情况。我这边卖出157件，收获灵石130多万。那些带着点高级材料的衣服也就罢了，那些蚕丝编织的袜子也有人买，是为什么？这东西啊，是在特殊的时候用的，所以卖贵点也是应该的。等着吧，如果他们有道理同行，明天他们还要来买。明月，你那边汇报一下，符箓、丹药、法宝卖了多少？我这边都是修士用得上的东西，今天卖出符箓500多张，
丹药500多颗，法宝23件，最后收获灵石530万。多少？我馆长一天抠不出几块灵石，现在青云宗的灵石100万来计算。淡定淡定，我这边简单汇总一下，清月商会开张大吉，今天一共收入800多万灵石，青云宗最后收获450万。李小子，青云宗以后都是你的，你还要占2成做什么？师傅，我前后忙碌了这么久，又是耗费精力，又是亲自参与的，占2成不过分吧？你们又不是不知道我的情况，我需要灵石的。我那颗金丹不多要点灵石能行吗？行，你的情况确实特殊，在这一方面你远远不如明月，多分点也是应该的，你就占2成得了。不过你还是要用点心，你的情况实在太特殊了，在我们青云宗历史上真的罕见。是，师傅，不就是一颗白板金丹，以至于反复提醒吗？属于宗门的400多万灵石，师傅你要多少？给我多少我要多少。那就给师傅100万灵石，后续有了再给。另外再给每位师叔20万灵石，剩下的部分封存库房，后续需要动用的时候再打开。秦叔叔，大喜！我们开张的第一天获利800万灵石，现在给秦叔叔你送钱来了，这是属于秦叔叔你应得的30万灵石，请你收好。还有，要对秦叔叔你说一声，前段时间你辛苦了。开张第一天就分到30万灵石，其实才第一天，不用这么快给我的。再说了，我操劳也是心甘情愿的。大师兄，这次我们的灵石也给你，这么多灵石，短时间内应该是够了。不用，前面的灵石本来就不少了，这次又有了100万灵石，问题已经不大了。再说了，张扬那小子不是说了吗？这才开张第一天，后续还会有的。大师兄，那现在就去，恢复了1成。张扬那臭小子，上次还想要青州，那青州有什么好要的？他不知道情况吗？那小子要是知道那都是我青云宗的地盘，怕不是早就疯了。对了，大师兄，咱们得瞒他到什么时候？在他没有足够能力之前，继续瞒着吧。我青云幸亏有张扬，要不然还真有些麻烦。我收了3个徒弟，没想到是最后这个给了我希望。大师兄，你现在是4个徒弟，明月的举动，这段时间我们看来他其实也不错的。对了，还有明月，过几天召明月过来，给他几件宝物。你们才元神境，没事的时候多修炼。张扬那小子已经让青云再次浮现出水面，自然就会牵连到许多的因果，到时候那肯定需要你们帮忙的。你们几个元神境还是不够看，所以提升修为才是最重要。大师兄，我爹想见你，不知道你有没有时间？就算没有时间，也肯定得抽出时间见见司徒叔叔的。家主，我们恐怕是做不到。首先，这会员卡是炼器大师炼制出来的，最为重要的是里面包含了符箓大师的符文，想要仿冒的成本太高了。如果想要仿制，请炼器大师和符箓大师的价格恐怕不简单。你来的正好，我有些事情和你商量。司徒叔叔，你想商量什么？会员卡能不能卖给我一些？我们向你们定制会员卡，专属于云腾商会的会员卡需要多少钱？司徒叔叔，你是师妹的父亲，大家都是亲戚，我就跟你说实话了，学我者生，似我者死。你要是跟我内卷会员卡，云腾商会早晚完蛋。当然，我也可以给你炼制会员卡，想要多少都行。到时候吃亏了，别来怪我。2000灵石吧。我师叔他们可是元神境，没钱请不动。青云宗竟有元神境，行，先交100万保证金。没问题。秘境开放完交货。想要图纸自己拿去做。这是手套？和尚，给我充1000灵石，拿会员卡。原来你在这里。太阳光，是你！赶紧跟我回去！住手！
发生什么事情了？他已经是我的了，我现在要带走他，谁敢阻拦？狼牙圣地的人，清醒了吗？你做噩梦，好点了吗？我要你死！天罗网，青云宗的顶级灵器，这是洞天梭的仿制品。就这，还以为是真品，假冒伪劣也好意思拿出来装？不是真的就别叫这名字，丢脸！你赶紧把我的洞天梭还来，跪下道歉！还有这个女人，我要定了！狼牙圣地有你这样的败类作为传人，真是蒙羞。试试他，敢不敢和我打一场？你输了，把法宝还我！女人跟我走！我师妹既然拜入青云，就没人敢侮辱她。当你用我师妹提出赌斗时，你就必须付出代价。走！我知道你有天罗网，但那是灵气。就你金丹期那点灵力，一瞬间就能吸干你。聒噪！你怎么可能驱动灵气？师叔，救命啊！住手！这就是你们青云宗的待客之道，以大欺小。你耳朵聋了？是他先侮辱我青云宗。一个金丹期，居动天罗网3个呼吸的时间了。我师侄灵力深厚，有什么问题？臭小子，你这浑厚灵力要吓死人，赶紧伪装一下。要拿下你还没那么简单，差点被你逃脱了。你害我消耗了准备冲击元婴的灵气，那是我师父封印的，你得赔我的空间戒指。不服的话，镇西3十里无人，咱们较量一下。我师侄放肆在先，已经受到他应有的惩罚了。放开他，这件事情就这么算了。把那小子放了吧。不，他们惹祸在先，侮辱师妹在后，挑战还输了。既然落在我手里，那就让他们交赎金。你不是抢走他的空间戒指了吗？前辈，你别搞错了，他是我的俘虏，我收缴战利品理所应当。不过他这个人没有什么用，只要交赎金，我就放他回去。如果你们不要，那我就要把他挂在青云镇外公开出卖。你要多少？我师门培养我成为金丹期，花费了几百万灵石。我青云宗这么穷，都花费了这么多，想来狼牙圣地花费的灵石更多。不过既然前辈当面，给前辈打个折，我要杀了你！你给100万灵石就好。好了，钱给你了。师叔，我的100万！你好好给我做事。唉，大家就当看了场马戏。我们没有想到这次来了这么多人，所以准备有些不充分，库存严重不足，所以有些东西卖完就没有了。大师兄，谢谢你。你叫我一声师兄，我肯定帮你。放心，以后在青云宗不会有任何问题，只管去做你的事情。
再也不用担心明月的事情了。你难道不知道我们这次是隐藏身份来的吗？为何要动手？现在身份暴露了，青云宗必定会警惕。我们接下来如何查探青云宗的秘境？师叔，我没想到那女子拜入青云宗了，那是我寻觅许久的先天灵根，对我的修行突破有极大助益，对我的修炼有巨大的帮助。他已经拜入青云，再对他动手就不适合了。动点脑子，青云宗没有表面看到的那么简单，除非有一天青云宗已经要灭亡了，你才可以对青云宗放心。谭耀光现在已经不适合公然出动了，你们去暗中探听一下，我要知道青云宗最近几年的变化，还有给我调查那小子，看看是怎么回事。是，师叔。凌云子居然元神境了，要是青云宗的其他人都成为元神境，我倒是觉得换个思路其实也不错。你们看到张扬那小子了吗？上次他展现出了破禁旗和捆仙绳，这次又拿出了天罗网，就是3件令器了。要是能够拿下他，岂不是发了？对呀，对付青云宗很困难，对付张扬不是轻而易举。如果他们青云宗不参加，而青云宗只有张扬和那个司徒明月，他们不得不进去。对，我们联合逼迫他们同意。情况如何？师叔，经过我们的查探，在几个月前和云山帝国大战了一场，不过大战很快就结束了，不知道具体情况如何。根据小道消息，青云宗和云山帝国后来来往密切，应该是握手有言和了。青云镇有现在的变化，是在大概4、5个月前开始的。半年前，青云宗开山门招收弟子，据说全收进山门了。那张扬是怎么回事？不知道，只知道张扬应该是10多年前拜入青云宗的，经常来青云镇，也没有看出什么异常。其他消息不管了，你们好好修炼。这次进入秘境，好好给我招呼张扬那小子。谭耀广，你不是想要司徒明月吗？那秘境只要在秘境里面把事情办完了，青云宗不认也得认了。师叔，我们还是要进入秘境吗？查探青云的秘境才是最重要的事情，这是圣师给的死任务。记住，你们只有一个目的，把秘境里面所有的变化都给我记录下来。还有半个月的时间，秘境就要开放了，所以该来的人基本上都来了。这也就意味着我们该搜刮的钱差不多到位了，再怎么压榨也压榨不出什么油水了。所以青云镇后续的活动就不是我们的重点了。接下来的半个月，我们该为进入秘境做准备。目前青云招待所55座院子全部住满，综合起来收入300万灵石。这其中普通房间贡献了50、60万灵石，大头都是那些院子。当然，赚钱最多的地方还是清月商会。除了最开始的3天暴赚之外，后续的几天每天能够维持40、50万的灵石，已经非常不容易了。全部总计起来，半个月赚了2300万，这其中要刨出第一天的800万。云腾商会全部产业1年的营收差不多就这么多了，这钱赚得太容易了，他简直就像神明一样。还有呢？还有大批修士涌入青云镇消费，直接盘活全镇经济。我让江师弟核算过，近期青云镇税收已有数百万之巨。诸位别忘了，修士进入秘境还需缴纳门票，上千人入场，又是一笔可观进项。师傅，咱们秘境承载得住吗？依我估算，怕是足足有上千人要一同进入秘境。没事，承受得住。等会儿就去扩展秘境。这次青云宗必须要拿下这波破天的富贵。灵石有多的就给我200万，短期之内应该不要了。那行，师傅取走200万灵石，至于其他的，短期之内大家应该都不缺灵石，就暂时存放库房了。大家别觉得这些灵石很多，除了入门费，我们短时间再也没有机会赚来这么多灵石了。所以这笔钱我们要妥善安排。凌云师叔，江师弟这次也要和我们一起进入秘境，青云镇的事情还要麻烦你管理一下。没问题。明天开始进入秘境的登记，也开始收入门费。七师叔，这件事情交给你应该没问题吧？放心，保证没事儿。好，如果大家都没事，就散会，各自准备。你拜入青云宗已经有差不多半年了，我们一直都没有管你，倒不是我们对你有其他的想法，而是有些事情由不得我们不慎重。这半年期间，你的举动我们都看在眼里，有些事情也应该告诉你了。也许你还听说过他们的名字，一个叫做南宫奇遇，一个叫做郑千秋。狼牙圣地的南宫奇遇，万灵宗的郑千秋，居然是我们的师兄。师傅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100年前我们收下他们，是作为宗门传承弟子培养的，他们也很争气，短短几十年的时间就成为了元婴期。当时境界已经追平了你师叔他们，可是期间出现了一些变故，他们分别离开青云宗，一个拜入狼牙圣地，一个拜入万灵宗。他们离开也就罢了，但是他们带走了我青云宗最为特殊的2门功法，我们才不再收门人弟子了。如果不是10年前遇到张扬，恐怕现在青云宗依然没有弟子。说实话，当初你拜入青云宗的时候，我们就没当回事。可是
我们也不是什么都看不见。你或许有你拜入青云宗的理由，但是我们也得有我们的态度。二代弟子排名第2，次道号明月子。师傅，别操心了，你赶紧想一个自己想要的道号，不然悔之晚矣。师傅，大师兄是什么道号？这个逆徒，我给他赐道号，他居然不要，自己定了个道号叫道玄。小小金丹，什么本事都没有，也不怕人笑话。你也不看看你起的啥？是啥？青阳子不好吗？多谢师傅赐道号。逆徒，看看你师妹。你正式成为青云弟子后，修炼上有什么不懂的，都可以找我，或者找你几位师叔。当然，你大师兄也可以帮你解答。另外，你修炼了玄阴功，这件灵器就给你了。这是当年修炼玄阴功的那位祖师配合玄阴功炼出来的本命灵器，叫玄阴玉盘，和你的玄阴道种很是匹配。另外，赐你玄冥法袍，和你的玄阴功也很搭配。有这2件灵器，元婴期都拿你无可奈何。青云宗5000年历史，飞升就有17人之多，修成渡劫期的几十人，河道竟不计其数。前辈们虽然故去，但是他们留下的灵气，统统都是我青云宗的底蕴。多谢师傅。好了，你好好祭炼，我就先去忙了。哼，才2件5品灵器，瞧把你乐的。你有多少？这个都被我耗光了。原来我和大师兄的差距是如此之大。真不知道他是如何修炼的。难道灵石没用了？如果灵石无效，我后续的修炼恐怕就麻烦了，不得不走上吞噬大道之力的道路。可是，别人修炼出来的大道之力，恐怕不是那么容易给的。哼，看样子又多了不少屁海的人啊！来，举手我看看。有道种成功的人吗？看样子大家还得努力啊！我在你们这么大的时候都开始缔结金丹了，所以等到缔结金丹以后再放松也是来得及的。另外，秘境开放还有几天时间，没有辟海成功的抓紧时间。如果你们在这几天突破了，依然可以和我们一起进入；而没有辟海成功的，也不要气馁，以后再给你们机会。这次是和其他宗门联合行动，不让你们进入，主要是为了你们的安危着想。好了，废话不多说了，这是你们7天的食物，赶紧领了去修炼，早点到达金丹期就可以辟谷，努力！一座山，一座湖，1000多人，貌似有些不够。得，我再去搬点东西进来。无论如何，也不能丢我青云的脸。这次怎么也够了。青云宗实力恢复的这么快，看样子以后得小心点青云宗了，也得把青云宗重视起来了。这次进入秘境，务必要把张扬给斩了。灭掉张扬以后，我们的人才能在青云上位。所有想要参加秘境的宗门势力，前往青云招待所汇报登记，
并领取进入秘境的标志。司徒家主，你们是我们青云招待所最尊敬的贵客，不用去登记。6位，3个筑基期，3个金丹期，这服务比其他客栈强太多了，下次一定还住这里。青云宗居然就这么放我们狼牙圣地的人进入秘境，这秘境真的没问题？你们青云宗的人会不会参加？你们不会以为这秘境就只是便宜你们吧？不但我青云宗3个金丹期会参加，50个筑基弟子也会参加。青云宗的人参加我们就放心了。请教前辈，这次是青云宗负责安危，还是生死自负？1000多人的生死，必须问问张扬。师傅，秘境有危险吗？你能控制吗？秘境就在我眼皮底下。既然如此，进入秘境后，大家生死自负如何？愿意生死自保的，上来签署生死状。出事了，不能怪在我青云宗头上。你们青云宗的人签不签？金丹期弟子带着使命，签不签我们都不管。这次秘境开放1个月，我保证宗门弟子最后出来。签了。师父，密切关注进入秘境的所有人，最好把影像全录下来。所有人准备。不下于金丹期的妖鱼，有点意思。找到司徒明月，拿下他双修，青云宗不放人也得放。谭师兄，你看那像不像长生果？真是长生果，快去摘！放下，那是我们的，否则对你不客气。你确定？后面或许还要合作呢。怎么出来了？发生了什么？师父，我拿到了9转还魂草。救命！大家一起联手杀了他，单对单谁也不是那畜生的对手。完了，命绝于此。找到了！操！灵气级的防御宝甲，撤！我记得你们4个是不需要我们青云宗负责生死的。既然对我动手了，那就别跑了！王张飞！呀，又一件灵气！名字，其实你们的名字也没有那么重要，
告诉我来自于什么宗门就可以了。你想怎么样？我们就是看你有灵气才来对付你，我们已经知道错了，还请放我们离开。错了，哼，放你们离开也行。你们给我待在湖边别动，好好待满30天，我就放你们离开。锦鲤，彩虹鱼，你认识？你不认识？整个修仙界大名鼎鼎的彩虹鱼啊，这是珍品啊！一条鱼就可以带来意想不到的好处，这个天下根本没有多少。有什么好处？你给说说，说出来放你走。真的？你要是不说，我现在就用天罗网包裹着你扔到湖里去。我觉得这湖里恐怕不止一条彩虹鱼，说不定还能钓一条出来。在传闻中，彩虹鱼蕴含着一种神奇的物质，能够帮助人突破，尤其是一些大境界的修士，据说能够蕴养神魂，而且彩虹鱼的味道非常鲜美。我就只听说这些，我也是第一次见。也就是说，你都不确定是不是彩虹鱼？体长3尺，身具七彩，居于湖中，生性凶猛，这些都是彩虹鱼的介绍，这肯定就是彩虹鱼。小鼎，帮我煮条鱼怎么样？乖啊，不要发脾气。这条鱼可是彩虹鱼，据说有很大好处的，能够煮这种鱼，也不侮辱你，是不是？我知道，让你煮这么条鱼是委屈你了。以后我抓更强的来给你煮，行不行？哎，别这么矫情，配合一下。我作为青云宗的下一代掌门，你又是青云宗的前辈，照顾一下晚辈不是应该的吗？现在一条神奇的彩虹鱼就在面前，你要是不给我煮了，你对得起青云宗的列祖列宗吗？你对得起你曾经的主人吗？能吃吗？真的是彩虹鱼吗？你们也付出了，给你们一份，不要客气。来来来，我给你们每个人装一碗。再给你们来点儿。多谢张道友。如果给你们的长辈知道你们在和我一起喝彩虹鱼鱼汤，你们的长辈如何想？你们的长辈会不会觉得你们已经出卖了宗门？这个消息我可以帮你们保密，但是你们得拿你们宗门的秘密来换。说出秘密的继续喝鱼汤，我还放你们回去；不说秘密的，不但鱼汤没了，我还要扔到湖里去钓鱼。眼前的不是人，其实是魔鬼吧？来，大家共饮鱼汤，我们就是好兄弟。4个金丹期很无语，谁会把好兄弟扔回里钓鱼？在喝鱼汤之前，你该说你的秘密了。对了，你的名字和宗门还没有告诉我呢。你可以开始了。我叫李奇，来自天玄宗。你是手上的那个？我叫李奇，来自天玄宗。你手上的那个是什么东西？我很满意。现在该你说说天玄宗的秘密了。放心，不要管他们3个人，秘密泄露不出去的。等会儿你们相互证明，谁要是给出其中有人说的是假话，我立刻扔进去钓鱼。你们都完成的非常好，现在你们可以喝鱼汤了。为何原本美味的鱼汤如此酸涩？你们的空间戒指我没动，里面的东西交一半给我。至于你们袭击我的法宝，当然就不能还给你们了。好了，你们可以走了，去告诉其他人来杀我，我就在这里等着。不过我可得提醒你们，除了天罗网这件灵气之外，不能泄露我其他的灵气啊。有些东西还是清月商会购买的，到时候放在清月商会再卖出去。我还就不信只有一条，换个方向试试。看在青云宗的份上，放下血灵果，饶你不死！不觉得青云宗会出面保我，只能逃跑。江师弟，你怎么跑这里来了？大师兄，惊跑了我的鱼，你们就给我做饵！臭小子，这3个人不能杀，得保证他们活着。
江师弟，来喝口鱼汤。彩虹鱼汤，天下罕见，我费了好大的力气才弄到手的。刚才本来有一条要上钩了，结果被你们惊跑了。大师兄，我摘到了几颗红色的果子，应该是血灵果，有洗髓法体、改变体质的功效。哦，你回去可以找三师叔，让他有时间帮你炼洗髓法体的丹药。江师弟，青云宗其实没有你想的那么复杂。你虽然是记名弟子，但是你也算是青云宗的人，对于自己人，我们还是非常珍惜的。啊！又没想着杀他们，我的鱼！哈哈，这条鱼更大，能炖更多鱼汤。小鼎，来把它也给炖成一锅，带回去给师傅他们都品尝点。连续抓住2条，再抓住彩虹鱼应该很困难了。趁此机会去其他地方逛逛。江师弟，你是自己行动，还是跟我一起？我还是跟大师兄一起吧。张扬在这里！大师兄，别动！青云宗防御灵气明光甲，防御灵气龙王楼，一共是6件灵气了，大家赶紧出手，干掉他们再来瓜分灵气。哪里是6件？还有那口鼎呢！江师弟，把他们的空间戒指捡起来，我去追他们。放开跑！把张扬有6件灵气传出去！你死定了！元婴、元神、河道境都想杀你。那就看看谁杀了谁。大师兄，他们抓住了吗？跑了4个，杀了1个。大师兄竟如此可怕！哼，非要送法宝，勉为其难收下了。青云宗5品灵气，若动真传，后果严重。什么都别管，拿下他！等我双修成功法袍做陪嫁。看到司徒明月了吗？狼牙圣地在围攻一个女的。谢了，跟我走。等会见到人随便扔，打死算我的。一群狗日的，敢祸害我师妹！前辈，请配合救人。是烈仙鼎，快闪开！
就差一点，为什么能催动炼仙鼎？大师兄，你终于来了。不用撑着了，有我在，你没问题。大师兄，师妹她如何了？应该是力竭了吧，给她喝点彩虹鱼汤。你给我吃了什么东西？我钓了几天鱼才弄到的彩虹鱼汤，还想喝吗？彩虹鱼，那可是派出500多万灵石的。以你的状态，好好炼化就能恢复，赶紧恢复，我们去报仇。大师兄，你喂我？不吃就算了。怎么突然变绿茶了？你欺负我！我要跟师傅告状。行了，你别走，我喝还不行吗？签生死状的直接干死，没签的抢走空间戒指，赶向灵湖。是，大师兄。大师兄真是定力惊人，他居然一点反应都没有。你只要学会征服男人，就能征服天下。连我大师兄都搞不定，还想征服其他人？我只是小试牛刀，全心配合我，否则压制你。你想骗我？没门！你别反抗了，我先去对付那小子。大师兄，彩虹鱼汤我还想喝，给我点嘛！你爱喝不喝？这司徒明月不会撞邪了吧？几个魔胎居然缠上了司徒明月！该死！他们青云宗真是该死啊！灵气重宝居然交给金丹期使用，这青云宗的人脑子全部都坏掉了。只要拿下司徒明月双修，我的境界就能一日千里。我与青云不死不休，联手瓜分张扬灵气，为清心。司徒明月，其余诸事皆不在意，敢为我者，便是死敌圣地。老祖河道秋水，宗门存亡，掂量再打。除了我们，还要去联合其他宗门，多联系一些人，一举拿下他们。大家分头行动，就说所有后果我们狼牙圣地一力承担，跟着我们狼牙圣地行动有大好处。我亲自去找百灵宗这些大宗门，把他们也拉过来。我还不信，这么多人还拿不下一个小小的青云宗。我喝完了。大师兄和师妹这也太过分了，我还是躲远点。师妹怎么突然变绿茶了？至于以身相许吗？大师兄，你炖的鱼汤好好喝啊！我吃完鱼汤，浑身都是力气呢。走，大师兄，你是要去给我报仇吗？人家听到以后，心中好喜欢啊！大师兄，你不说话的样子好酷啊！早知道就不为了那100万灵石带他上山了。站住！你上次吸引得很成功，我还没有夸你呢。这次又联络了什么人？给我说实话，否则我可是要翻脸的。我不怕你联络的人多，我只在乎你是不是跟我说实话。把柄在他手里，不说就是死啊！哟呵，你们居然这么大手笔！几个圣地还有这么多宗门联合，这也太看重我了吧！大师兄，我们恐怕得暂避其锋了。这么多人，就算有灵气护身，我们也不是对手的。这小子要怎么应对？以逸待劳，就在这里等候他们。你去告诉他们，我在这里，让他们过来围剿我。大师兄，我们快跑！等他们赶到这里的时候，我们已经去其他地方了。跑？就在这里挖个坑埋了他们！趁李琦回去报信，我们赶紧布置。江师弟，按照指示埋符箓。这么多符箓，金丹期也得脱层皮。这张扬倒挺对我的胃口，不如换个躯壳。司徒明月受伤了，他们还在峡谷，正好一网打尽。我都说了，张扬身上有炼仙鼎，这次我只要司徒明月。行，我们万灵宗参加，但得手后炼仙鼎归我们，且绝不能暴露身份。出发，干掉青云宗的人。有埋伏！
快防御！报！这群不知死活的东西！到底发生了什么？青云宗掌门，你们难道不给一个说法吗？如果你们青云宗不给一个解释，那就别怪我们狼牙圣地了。大师兄问：你们狼牙圣地确定需要一个解释？宗门弟子被残害致死，难道你们不应该给解释吗？还有这么多宗门的晚辈也是伤成这样，估计以后修炼都废了。你们许诺护我弟子，如今众人伤残，今日必须给交代。你执意要说法，何不先救醒弟子，问清原委？诸位长老，你们也想要这份说法？好好想想，为什么有的人安然无恙的带着天才地宝出来，而这些人却残缺？如果你们需要解释，我可以马上给你们解释。我坚信，就算我们的弟子有什么问题，也肯定是你们青云宗照顾不周，所以你们青云宗要负责。给脸不要脸！既然想要知道真相，那就给你们解释。狼牙圣地果然了不得，不愧圣地。蠢货，被人利用了都不知道。呸！什么玩意儿？还圣地？我们能够把他们救出来，说明我们青云宗已经很讲规矩了。你们等着，这件事情过后，我们会好好拜访一下你们。这么多人针对我青云宗的弟子，真是当我青云宗好欺负不成？大师兄，你好厉害啊！哪怕对张扬的混沌金丹有信心，也绝不能出问题。有任何不对，我立刻出手。师妹，什么玩意儿？冲着我的金丹来了！这到底是什么玩意儿？居然想对付我的金丹！魔台已经出手了，这股力量他到底能不能吞噬？这是什么情况？原来是来送温暖的，那干脆不抵抗了。啊，好爽！大师兄，不是我。到底是年轻人啊，哎，控制不住啊，情难自禁。混沌金丹果然是个变态玩意儿，以后可以放心了。这金丹已经被我的魔魂之力污染了，再也发挥不了作用。现在该我来控制他的身体了。来都来了，就别跑了。这是什么金丹？你怎么可以吞噬魔魂之力？你小子到底是什么怪物？我的魔台消失了！小鬼，你不是说放我的魔台出去吗？你居然对我的魔台下手！你不讲信用！青云宗要解脱了，我也要自由了。师妹呢？大师兄，有时候不能太直白了。师妹去了什么地方？我们找到她，赶紧报仇去！这也太尴尬了。还没恢复？恢复了。那还等什么？走，找那些人报仇去啊！签署了生死状的，除了几个人，一个都不要放过他们，通通干掉。那些没有签署生死状的人，只要出手袭击过我们的，全部留下空间限制和法宝，再把他们赶去钓鱼。大师兄，之前不是我，也不是我要抱你的。我猜到了，有个怪东西在控制你。
那怪东西还想控制我来着，结果被我解决了。还有问题？怎么他一点都不重视？走，报仇去，跟上！站住！你不是喝过我鱼汤的长远吗？跑什么？是你让我们带人去围攻你的，你不能找我们算账。放心，我既然答应放你们走，你们几个就没事。但是，其他人死定了。告诉我，他们在哪里？我知道他们不敢再惹你，准备藏起来，等到秘境开放再出去。啊，你可以走了，继续给我探听消息。只要是出手的人，我们一个都不放过。你们4个恐怕是这次唯一幸运的人。这些人躲哪里去了？师傅，我们都已经被欺负到家门口了，你们还闷不吭声？就连你最喜欢的徒弟我，也被几10个金丹期联合杀死了。天下宗门都欺我青云宗，这一次我一定要干翻他们！快告诉我，他们藏哪里了？呸！什么叫做差点被糟蹋了？直接报出所有坐标点。别以为躲在这里我就找不到你们，给我出来！再不出来，我就把整个山洞都炸平了！你得罪不起我们，最好不要对我们动手。反正我们大家都没有损失，不如就这么算了，如何？算你妹啊！把所有的空间戒指法宝给我交出来，再把金丹自我封闭了，否则……我们青云宗虽然答应放你们生路，残缺点什么就说不准了。被我反杀就准备算了。啊！我们是万灵宗的人，你们已经得罪了狼牙圣地，再得罪我们万灵宗，你们青云宗恐怕要灭亡了。万灵宗也是顶级大宗门，实力比狼牙圣地只强不弱。我们万灵宗比狼牙圣地强，因为我们有渡劫后期老子，那是天下排名前几的高手。你们青云宗最多就是河道境，我万灵宗河道境好多个。你们要是敢动我们，几个河道境就可以拿下你们青云宗。所以我劝你们最好不要惹祸。大师兄，确实需要慎重对待。你们万灵宗那么牛逼，还这么不要脸跑来参加我们的秘境？你以为我愿意了？如果不是宗门老祖说要调查你们秘境，我才懒得来这么穷的地方。我再说一遍，把空间戒指给我交出来，法宝统统留下，自封金丹。如果等我动手，我不保证你们身体完整。老子数到3，不按照我的吩咐，我就动手。1，你们青云宗真要惹祸不成？2，你们简直不可理喻，愚蠢至极。等到大祸临头，你们都会后悔。别动手，我们投降。给脸不要脸！我和你们无冤无仇，你们居然带人围杀我，还想要用宗门威胁我。我倒想要看看你们万灵宗还要不要脸！你押着他们去那个灵湖边等我，不过不要靠得太近了。然后你就在那里看守着他们，等我把人全部抓到以后，再来一起处理。大师兄真可怕！你把这些空间戒指收起来，我们接着去找下一批。你们很幸运，你们的命保住了。我希望你们从今天以后记住我叫张扬，嚣张的张，飞扬跋扈的扬。以后与我为敌的时候，一定要仔细思考思考。你们8个，乖乖给我坐到湖边，谁都不许动。接下来的几天时间，就默默的等秘境开门就是了。大师兄，我们藏起来做什么？钓鱼，这里面有彩虹鱼，这些彩虹鱼喜欢吃修士，我好不容易才钓到2条，看看能不能再钓1条。难怪我当初会收这臭小子为徒，还真有几分对我的脾气。我青云宗就应该有一个这样的弟子，才坐镇得住。大师兄，快来了，好多！傻妞，快跑！你放开我！这彩虹鱼貌似没那么蠢，以后想吃恐怕困难了。既然没有机会，那就准备离开秘境吧。
阳就是披着人皮的恶魔。敢对我下手，定遭遇我不计一切的反击。这一次青云宗秘境开放结束。什么？秘境开放结束了？那我们宗门的金丹怎么就出来一个？其他人呢？在进入秘境之前，我就告诉过你们，里面是非常危险的，是你们签署生死状，自愿放弃安危保护的。直白的告诉你，你们的门人要么死了，要么被困在了秘境里面，懂了吗？我们这么多宗门的弟子死在你们青云宗，你们必须要给我一个交代。为了进入你们宗门的秘境，我们几个天才弟子就这么死了，你们宗门必须要赔偿。你们宗门死了2个天才弟子，赔偿2件灵器就够了？你要什么赔偿？我刚才没听清，到底都有哪些人？师傅，就是他们要赔偿。不是我们，没有说。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在搞什么小动作，丝毫无动弹不得，生死在他一念之间。滚回去，让天玄道人来给我一个交代。大师兄几10年没有出手了，功力越发深厚了。师傅太厉害了！直接采炼元神境，我什么时候才能有这样的实力呢？好了，回山吧。开放秘境的事情结束了，大家接下来是应该好好修炼了。等一下，有件事跟大家说一下，几位师叔就算了，但是其他人好好总结一下这次的行动。你们通过这次进入秘境的见闻，写一篇总结报告给我。我们也要写。江师弟，你作为青云镇的镇长，你负责的事情就多了。明月师妹，你难道就没有感触吗？狼牙圣地那么多人围攻你，你心头如何想？这么多事情，难道不应该好好总结吗？所以每个人都必须要写，7天之后把总结报告交到我手上。完成任务的人，你们在宗门的功绩上会加分；如果没有完成任务，那就要减分。好了，现在赶紧返回山门，完成你们的任务。总结报告，这是什么东西？臭小子，来我这里。师傅来了，来，师傅喝点。其他几个师叔的，我都给他们留了一份，可惜最后没有钓到，要不然就更多了。人和人之间差别真的很大。师傅说哪里话？你们对我好，我尊敬你们也是应该的嘛。你终于让炼仙鼎认主了。这位前辈脾气虽然倔，但是当晚辈遇到危险的时候，他还是挺照顾的，所以就认主了。这小子每天缠着那些灵气沟通，竟然坚持了10年。炼仙鼎是1700年前一位祖师的本命灵器，他能够认你为主，一方面是对你的关爱，另一方面也是对你的看重。你不要辜负了他。师父放心，我绝对不会辜负他的。以后我会把他进化到仙器，让他实至名归，成为真正的炼仙鼎。这次秘境之行有什么感想？我也要交总结报告，真是暴饮不爽啊！这次秘境之行，让我看到了天下各个宗门亡我之心不死。狼牙圣地和万灵宗居然也掺和其中，由不得我们不警惕。如果短期内师父境界无法突破，宗门就有大麻烦了。当务之急是提升境界，我建议把资源全力资助你们，花再多钱在所不惜。你小子比我适合当掌门，真的。我真正想问的是，你在秘境遇到那个奇怪的东西，感觉如何？有何影响？这东西好啊！好东西。师傅，你无法想象，
他想控制我的金丹，可惜我是白板金丹，这怪东西被我的金丹吞噬了，金丹力量至少提升1/10。再给我几个，我就能孕育大道雏形了。这小子居然是因为想吃，那是魔胎，可以迷惑心智，污染体质，夺舍常人。我说师妹怎么怪怪的？岂不是污染了师妹？我怎么没感觉？师傅，要不你给查查？你大道雏形都没有，他想污染你都没办法啊！哎呀，我就说没有完全废物的金丹嘛，白板金丹比大道金丹还有用。你师妹那是玄阴道种，没被污染。那秘境为何有魔胎？来历不简单吧？张扬，你觉得我们青云宗穷吗？论现银一贫如洗，论底蕴却富甲一方。不过从今往后只会日渐富足。传承千载，竟如此拮据，不令人费解吗？我是对这陈旧的管理方式倍感无语。臭小子，你看师傅我多少岁了？猜不到，怎么也不少于300岁，但看不到岁月痕迹。师傅，你是不是出现变故？寿元快耗尽了。你死了我都不会死。你脑袋一天到晚想些啥？总是乱我道心。再这样下去，我得少活几年。师傅莫生气，少活几年也没事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我已经活了900多岁了，你觉得活了这么多年的人不会管理宗门？为何？因为我们都抽不开身，每个人都有重要任务，我更是不能轻易离开。青云宗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是不是和1000年前的那场变故有关？到底发生了什么？那场大变故导致了青云宗的衰落，即便是今天，依然没有彻底解决。你的那2位师兄就是因为知道这件事情，才逃离了青云宗。到底是什么变故？不过这2位师兄真是不当人，享受了好处，遇到事情的时候居然逃跑了。师傅，到底是什么状况？你说。你不会担心我知道消息以后也逃跑了吧？嘿嘿，师傅，既然话都说到这里了，你要是不告诉我，就说明这个危险太大了。我干脆明天就离宗出走。你呀，既然你想知道1000年前的变故，我就带你去见见。只是，你千万可别吓着了。师傅，能够吓着我的不多了。走吧。这才是青云宗。我们脚下站立的地方是原来的青云宗，而周围的那些残垣断壁，是1000年前的青云城。那是一座巨大无比的城市，居住着数以千万的生灵。一场变故之后，1000万生灵几乎死亡殆尽了，巨大的青云城也只剩下了这点遗迹。师傅，1000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？1000年前的青云宗，万宗来朝，是整个天下数1数2的大宗门。可是突然之间，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了一帮带着异常大道力量的强者。这些强者的大道力量和我们完全不一样，他们的力量会污染我们的道基乃至躯体元神，我们称呼他们为魔族。这些魔族降临之后，战斗自然而然也就打响了。青云宗和停留在青云城的那些强者纷纷出击，和那些魔族强者展开了殊死搏斗。但是，因为他们的大道力量克制我们，不但带给我们巨大的伤亡，甚至有失控的趋势。居然连整个青云城的高手都挡不住。为此，1000年前原本将要飞升的祖师，连同当时的几位祖师，以及青云宗众多门人，还有顽强抵抗魔族的众多强者，以7件仙器为中心，无数灵气为主，布置下了笼罩整个大陆的天晴极云大阵。这7件仙器，也就是现在青云宗的旗锋。仙器，整整7件，而且现在的青云七锋之一，居然就是那7件仙器的表象。原来他一直睡在仙器之上。师傅，后来呢？当时为了避免魔气外泄，逃逸到其他大陆，青云宗祖师把整片大陆全部都用大阵笼罩了。然后他们调动大阵，把整片大陆上的魔气全部净化完毕。在天星极云大阵净化魔气的时候，大阵最后的力量凝缩到300里范围，众多祖师的力量就耗尽了。这300里范围，就是现在青云宗的范围。所以
你现在知道为什么青云宗有着300里疆域了吧？这片空间里面依然镇压着许多魔族强者，还有许多魔气没有被净化掉。千年来，青云宗历代传人都在奋力解决这件事情，众多门人弟子前赴后继，舍生忘死。一方面，我们要负责把大阵内那些魔族强者炼化掉、解决掉；另一方面，我们不能让这些魔气溢出300里空间。青云宗一代一代人在这件事上耗尽了一生，他们有的耗尽了生命，遗体就在这秘境之中。有的干脆就没有遗体留下。300年前，我接手青云宗，便开始负责此事。后来带师收徒，收下你几位师叔。如今青云7峰皆为仙气所化，弟子修炼可净化周遭魔气，灵石供给仙气力量，助其镇压邪秽。臭小子，你师父我在300年前接手青云宗的时候，宗门都没几个人了。无奈的情况下，我是不得不动用大量灵石来净化魔气，这也是这么多年来青云宗这么穷的原因。现在青云宗的灵石能管多久？这臭小子知道了这么重大的事情，居然不是震惊，也不是逃避，而是想着灵石的事情。上次我要了大量灵石，就是用来净化魔气了。有那100万灵石，1、2年问题不大，就更别说现在青云宗还有大量的灵石了。张扬啊，你师父我已经几百年没有离开过青云宗范围了，幸亏有你，要不然我一步都走不了啊。现在我短时间内走动是完全没有问题的。师父，需要我做什么？其实你已经做得很好了。师父，万灵宗和狼牙圣地这次前来我们的秘境，会不会和这里有关？青云宗的变故，其他宗门不清楚，但是狼牙圣地和万灵宗肯定是清楚。在当初大战的时候，他们宗门也有强者出力了。毕竟，如果这些魔族强者逃脱，对于他们也是巨大的危害，所以他们不得不参与在其中。1000年过去了，他们也担心这些魔族强者是否出问题，所以派人前来查看也是正常的。不过，他们倒不是为了关心我们，而是担心他们的安危更多一些。师父，事情恐怕没有这么简单吧？如果能够灭亡我们青云宗，狼牙圣地和万灵宗恐怕会很开心。魔族隐患未除，其余势力便不敢贸然对我宗出手。若我宗覆灭，致使大阵失守，魔族强者突逃，对各方势力而言皆是灭顶威胁。单一头魔族强者便足以搅乱他们所在的整片大陆，这便是他们实力占优，却始终忌惮我宗的根本原因。各方势力不敢明争，暗中却步步算计，早拉拢我2名大弟子暗中布局，2人就此叛出宗门，归入其他2大势力麾下。他们意图耗死我宗，待我们覆灭，便顺势接管此地。可世事难料，天意难测。10年前收你为徒，终为宗门破局带来转机。我10年前突然出现在青云宗附近，就好像在另一个世界睡了一觉，醒来就拥有了另一副躯体，连10岁前的记忆都没有。师父，那这次秘境里面的魔胎是那些魔族强者的魔气泄露了吗？不是，那些魔胎都在我控制之中。魔胎接触狼牙圣地之人，那几人并未殒命。此事若被高层察觉，必会识破秘境异变，届时狼牙圣地或将插手。此地已是青云宗最大秘辛，切莫告知你师妹，她尚且承受不住这般真相。你们在短期内有机会突破河道境吗？这就有些麻烦了。我几乎可以确定，狼牙圣地和万灵宗一定会像300年前一样插手我们宗门的事情。他们会以天下苍生安危为由，强势入驻我青云，号称帮助我们镇压魔族强者。师父，请把几个宗门的位置告诉我。这个地方就是我们青云宗所在的青云大陆。这整片大陆1000年前都属于我青云宗的范围，严格算起来都是我青云宗的地盘。这其中包含了云山帝国、云腾帝国等国度，也包括了天玄宗等宗门。难怪你上次让我不要云山帝国的青州，那本来就是我们青云宗的地盘。这个地方是狼牙圣地所属的区域，另一是万灵宗所在的区域。这2个顶级宗门目前距离我们最近，其他的顶级宗门也各有自己所属的区域。师父，那些魔族强者的事情确实很麻烦，但是其实也没有那么麻烦。哦，怎么说？青云宗为了天下苍生已经牺牲足够大了，整整1000年，从一个鼎盛大宗门成为了现在只有几个人的宗门。我们青云宗已经尽到了自己的责任。既然如此，我们可以宣告天下，青云宗镇守魔族的任务结束了。什么？我们要派人通知狼牙圣地、万灵宗以及其他顶级宗门，让他们做好准备应对魔族冲击。还要告诉他们，我们这么多年耗费了无数灵石，损害了无数资源，魔族强者实在解决不了。我们青云宗资源耗尽，坚持不下去了，所以我们准备搬家了。这种天下大事，我青云宗已经无力承担，现在任务应该轮到其他大宗门来负责了。当然，我们离开的时候肯定是要带走我们青云宗天清极云大阵，让各个宗门做好防御，否则的话，魔族将会冲击他们的宗门，残害他们的人民。不做好防御，到时候后果自负。你不是说真的吧？师父，
还有几位师叔，我们青云宗被道德绑架了，你们难道没有发现吗？我青云宗差点因魔族覆灭，拼死镇守，其他宗门却视之为本分，甚至要借帮我们的名义对付我们。我们本是受害者，替他们党信千年魔族换来了安稳，这群混蛋竟不知感恩，反要加害。既然如此，我们便不镇守，凭剩余人手、仙气与诸位实力，告诉他们，要我们继续镇守，便补充千年损耗资源，否则我们携仙气即刻撤离。万一他们不答应呢？师父说过，魔胎已入狼牙圣地弟子体内，他们必有感应。我们顺势而为，摆出决绝态度，敢要挟便真撤退。该心狠时必心狠，被让只会让吃干抹净。我宗家敌以薄光脚的，不怕穿鞋的。我言出必行，你们若被欺，我必撤退。不道德，谁能绑架我？他们若仍不答应，他们备好应对魔族了吗？他们根本没准备。他们没准备，不付出资源，必遭灭亡。假装答应，事后仍威胁我们。他们备战需数年，我们可借资源发展。我宗有天才，几年后必变强。实力够强，何惧他们？火力足够，何惧之有？老二，你去狼牙圣地，就按照他说的话，把我们的态度告诉他们。真去啊！从今天开始，我亲自辅助你修炼。3年内，你给我进入元婴境，甚至是元神境，你有没有信心？当没有了后顾之忧，我们就真的不怕他们了。行，我一定在3年内成为元婴境。行，我现在就去狼牙圣地。一刻苦修，以破境为先。随我过来。修炼可紧，宗门诸事教化不可废。宗门诸事，你照旧处置。随我来，你就在这里修炼吧。谢谢，哪里来的蠢小子，居然吸收我们的气息，是找死啊！真以为是我们族人吗？撑不住了，用这种办法来消耗我们，快要出困了。既然他想吸收我们的气息，那就多给他一些，撑死他！你们真是愚蠢的，我都不知道说什么才好。青云宗传承5000年，就算是现在衰落了，如果真的那么容易对付，他们早就灭亡了，还用等到现在？你知道这片大陆叫什么名字吗？青云大陆。师父，青云宗虽然强大，但是那都是1000年前的事情了。不久之前，我和童路亲自前往青云宗试探过一次，虽然没有见到青云子，但是凌云子他们都只是元婴期。毫不客气地说，青云宗已经衰落到极点了。这次我们前去青云宗，发现凌云子他们居然已经成为了元神境，这足以证明我当初的判断是正确的。所以，我们要对付青云宗，就是现在。等到以后会越来越难以对付。如果能够拿下青云宗，我们天玄宗也有足够的底蕴，成为顶级宗门了。当初真后悔没有动手，否则都已经拿下青云宗了。凌云子这些人算得了什么？你们这些蠢货，看问题就只能看表面。只要有青云子在，青云宗就灭亡不了。别说你们这帮年轻的了，就算是我，也得尊称他一声前辈。另外，他不是现在才是河道境，而是300年前就是河道境了。就连我都得到过他的指点。我也不知道你们到底哪里来的胆子，居然去谋算青云宗，这怎么可能？他们青云宗在1000年前发生了一场大变故，具体是什么变故，我晚生了200年，也不知道具体情况。只知道我们这片大陆还存在，完全都是因为他们青云宗。什么毫不客气地说，我们这片大陆上的生灵都欠他们青云宗。你们倒好，反而算计上了。我这张老脸都有些不好意思去见青云子前辈了。不过你们把祸都惹出来，我要是不去，问题更麻烦。只能亲自去一趟青云宗了。你去把紫妍给我叫来。是，师父。师祖，您找我？这次我准备去拜见一下青云宗前辈，带着你去见见世面。谢师祖。青云宗不是快没了吗？还有什么前辈存在？天玄携徒孙前来拜访青云子前辈，还请前辈不吝一见。天玄前辈亲临，我们青云宗上下都感觉很荣幸。
不过大师兄正在忙一件很紧要的事情，还请天玄前辈随我前往青云峰小坐。大师兄很快就会来见前辈。是我们叨扰了，道友请。不愧是前辈居住的地方，果然很别致。我们青云宗其他人对于居所都不怎么在意，只有我大师兄的弟子才有一些别出心裁，在这方面会花费大量的时间。想着前辈也难得来我们青云宗一次，生怕怠慢了前辈，所以才把前辈请到这里来了。这小丫头还真有意思。情况如何？师傅，我感觉比吸收灵气舒服。等我休息几天再来。现在我还有点担心这些魔气吸收完了，以后怎么办了？这混沌金丹难道真的这么变态？走吧，有客人来了，先去见见。大师兄，天玄前辈已经等了许久，你们终于来了。多年未见前辈，前辈依旧是当初的容颜，反而是晚辈垂垂老矣。这前辈到达什么境界了？渡劫？没听说有渡劫的迹象啊！大修士渡劫，那威势足以毁天灭地，是根本藏不住的。你成长也不小，至于外表皮相、红粉骷髅，何必执着于表象？你年轻，你当然什么都不在乎了。别人都老成什么样子了，你还要劝别人不要在意，这和那个说我对钱没兴趣的有什么区别？前来拜见前辈，皆是猎徒行事不妥，几人被私欲蒙蔽心智，贸然冲撞前辈，多谢前辈留情。若是早遇300年，你早已无人可收。这群孽徒不识前辈威严，贸然铸成大错，我已严加惩戒。传道不易，你能够有天玄宗一份基业也很不容易了。你那几个徒弟确实应该好好教导了。这群畜生，前辈虽然放过了他们，但是晚辈却不能不表达一番心意，区区薄礼不成敬意。没有必要，我很清楚，这次事情是你几个徒弟私自行事而已。你既然亲自来了，这件事情就这么算了。前辈可以这么算了，但是晚辈要是不表示一番心意，是过意不去的。这是我徒孙子言，前辈看他天赋如何？上上之选。多谢前辈。子言修道7、8年了，已经突破到元婴期，我们宗门上下对他都是非常满意的。我们2个宗门之间发生误会，主要原因是大家都比较生疏，如果大家关系密切了，就不会发生前面的问题了。这老家伙不会是……听闻前辈有一个弟子，想来就是这位小伙了。我看这位小伙骨骼清奇，很是不凡，想把紫妍许配给他，拉近我们双方的关系。不知道前辈意下如何？你看呢？师祖带我出门来拜访青云前辈，最终结果居然把我给卖了。拒绝好像不好，答应自己好像也没那么愿意，尤其是自己天赋卓绝，嫁给一个金丹期。宗门交好何须联姻，利益目标一致便可携手。你不愿？联姻本是儿戏，长辈行事该尊重晚辈心意，家师深谙此理，敬我重我，宗门方能长久兴盛。前辈强逼弟子，只会适得其反。紫妍，你愿意吗？一切凭师祖做主。你看，他愿意了，你如何说？好吧，我不愿意。他已经是白板金丹了，再不多花点时间修炼，他就废了。哪有那么多的时间和女人卿卿我我？我堂堂元婴期修士，天赋卓绝，嫁给你金丹期修士，你还不愿意？不识好歹！为什么？我是白板金丹，要忙着修炼。此老为何执意联姻？你若为白板金丹，更该应允。我以宗门资源为紫妍嫁妆，助你休息。前辈，我青云宗不久将遭大变，所以咱们其实真没有必要走那么近，那样对你的天玄宗不好。前辈，出什么事情了？此事干系重大，真的要说吗？师父，事情到了这一步，也没有什么不可以说的。我青云宗已经替大家抵挡灾难1000年了，众人不但不念我们的好，反而算计我们宗门。这一切还要从1000年前说起。原来如此，原来青云宗镇压了所有魔头。前辈，有什么我们能够帮得上忙的吗？我们目前最为欠缺的
就是各种修炼资源。说来不怕前辈笑话，不久前我们青云宗穷的只剩下100多枚灵石了。这逆徒竟敢公开讨饭，脸都要丢尽了。前辈，我们天玄宗还有点结余，回去之后我立刻让紫妍给你们送过来。青云宗的事，我早就交给张扬了。张扬，你拿主意。天青极云大阵是我们绝对机密，任何人不允许掺和，这是底线。逼急了我们可以带上大阵，离开青云大陆。这小子居然这么狠！宗门遗留的灵气是我们安身立命之本，前来帮忙可以，如果打灵气主意，同样别怪我们翻脸。我这番话不是针对前辈，还请前辈莫怪。应该的，我先回去把资源送过来，再考虑后续。咱们刚赚了那么多，你这当面要钱，太丢脸了吧？师傅，有更多灵石，大阵威力更大，舍掉脸面算什么？我就算再不要脸，也要为青云宗弄回来1万灵石。这种事你看着处理就行。等到其他宗门的人来了之后，你想怎么谈就怎么谈。我在青云宗范围，不要怕任何人。出了事，我给你担着。是，师傅。大师兄，这些年你辛苦了，我们都帮不上太多忙，实在惭愧。也还好，现在有了张扬以后，我就更不用担心其他了。这小子怕是要惹出天大的乱子来。我只要从镇压魔族的事情中解脱，就可以专心研究打架。论到打架，我还没有怕过谁。二师兄去了狼牙圣地，他应该不会出问题吧？老二要是出问题，那我就真要考虑考虑张扬的意见了。这群该死的东西，出力的时候不出力，捡便宜倒是跑得很快。师妹，你也赶紧去闭关吧，早日突破河道境。大家也该把这些年耽搁的修炼补上了。是，大师兄，我去闭关了。如何？魔气，这是魔气没错。这不仅仅是魔气，还有魔道法则。也就是说，青云宗镇压的那些魔族强者的力量已经渗透出来了。那就糟糕了。现在魔族力量渗透，这些魔族强者早晚破风，我们毗邻青云大陆，最先受到影响，得赶紧准备才行。其实倒是不必紧张。青云既然镇守不住那些魔族强者，我们帮他们就是了。现在魔族破风在即，想必青云再也没有拒绝的理由了吧？青云宗肯定不会舍弃苍生，我们派出几位河道境长老去帮他们接手，他们应该感激才对。青云子不会答应的。在天下苍生面前，他们不答应也得答应。如果我们联络各大势力联合之下，就算他们不答应，我们也可以强势接手。实际上，青云宗早就没有实力和我们平起平坐了。我觉得，是时候打破天下格局的时候了。大家觉得贾生长老的建议如何？我赞同。青云宗既然无法解决问题，就应该换我们来。青云宗凌云子有重大事宜，想要亲自面见圣师。看样子不用我们主动，他们已经来求我们帮忙了。让他进来。拜见圣师。免礼。你不远万里来到我狼牙山，是有什么要事吗？这次奉大师兄之命前来。1000年前，我们青云宗花费大力气镇压的魔族强者，有破风的迹象。果然是来求援的。大师兄说魔族降临是天灾，可是天下宗门明明看在眼里，却并没有伸出援手，甚至很多卑鄙的宗门还在背后不要脸的算计我们。我们青云宗耗尽了最后一丝底蕴。连宗门灵石都只剩下了100颗，已经仁至义尽了。所以3个月后，我们青云宗带着天青极云大阵，准备撤离了。大师兄让我来提醒诸位，魔族强者很快破风，大家尽早做准备。
他刚才说什么？青云宗不镇守了，要撤了？不可！你们青云为何如此自私，擅自放出镇压千年的魔族强者？这是什么道理？你们置天下苍生于何处？这位前辈，你是把天下苍生放在心上的了。当然，我们狼牙圣地得到苍生的爱戴，是绝对不会做出这种事情来的。这千年来，为何不见狼牙圣地强者前往青云助力呢？哪怕是送给我们一些资源呢？而被你们口口声声认为自私的青云宗，已经镇守魔族强者1000年了。青云宗从一个数一数二的大宗门，沦落到宗门只有几个人了，甚至宗门的资源最后彻底耗尽，只剩下100多颗灵石了呢。那我倒想要问问，到底是谁自私呢？哼，我们狼牙圣地在300年前提出帮你，你们不是已经把我们拒绝了吗？到底是我们没有帮忙，还是你们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？这位君子，我记得就是你把我失之拐走的吧？在背后诱拐一个宗门的真传，目的在于其身上的顶级灵气，这是君子所为。再说了，300年前你们是怎么帮我们青云的呢？你们如果真正是想帮助我们青云，就应该进入天晴极云大阵之中，去和魔族强者拼命，而不是想掌控我们的天晴极云大阵，更不是想掌控我们的仙气。这是君子伪君子而已。其他事情就罢了，释放魔族强者是不是有些不妥？你们青云耗尽心血才把这些魔头镇压了，现在却要把他们放出来，这首先就对不住你们在这件事情中牺牲的前辈吧。前辈，我们何尝不知道呢？但是我们青云宗实在是无能为力了。首先，我们青云宗已经后继无人了，除了我们师兄妹几个之外，目前2代弟子稀少的可怜。本来100年前精心培养了2个作为接班人，这不是没了吗？然后我们在10年前又收了一个弟子开始培养，他才修炼到金丹期，居然被10几个宗门的几10个金丹期围杀，这其中甚至就有你们狼牙圣地的人。天下宗门甚至连根都不准备给我们留，我们实在是心灰意冷了。我想1000年前的那些前辈，如果知道青云宗会面临这样的状态，他们肯定第一时间就是选择撤退，而不是和那些魔头硬拼。1000年了，我们为了这些魔头已经拼了1000年了，内忧外困之下，我们实在支撑不下去了，所以我们也是实在不得已。不行，你们青云宗想要撤退可以，天晴极云大阵必须留下，那是封镇魔头的根本。为了天下苍生，我们不允许你们撤走。这位前辈，收起你那副贪婪的嘴脸，明摆着告诉你们，天晴极云大阵的阵眼就有仙体支撑，但是这是属于我们青云宗的东西，我们想拿走就拿走，任何人也不能干涉，也不敢干涉，否则的话，你们可以试试看。倘若我们执意不放你离去，我不过是前来传个消息罢了。纵使我滞留此地，3月期限一到，宗门自会撤离，说不定1月便尽数退去。论生死祸福，我留在宗门，亦要镇守魔头，难逃一死。仅凭困住，便想将我震慑住吗？如果我们给你们资源呢？不可，是千万不可！他们青云宗狼子野心，不能如了青云宗的意。你们怎么说？青云宗诸事皆由大师兄定夺，我此番前来只是转达布防相关事宜，其余诸事大师兄并未与我细说分毫。你先行返回，我方自派人前向商议具体安排。短短1月10日，想来青云宗众人定然能够安心等候吧。我们答应3个月后撤退，那肯定就会做到。当然，要是有人故意来要挟我们，那就说不准了。对了，还要麻烦前辈把这个消息告知其他宗门，我还得继续回去帮忙，晚辈告退。行了，我知道了，你回去吧。我们趁着找他们商量的机会，联络其他宗门。一个宗门派出几个强者，干脆彻底铲除他们得了。对，我们就应该这么干。一个小小的青云宗居然敢勒索我们，真是反了天了。到时候大家一起瓜分青云宗的资产，我们狼牙圣地的底蕴会再次提升。青云好解决，魔头不好解决。不是有天星极云大阵吗？我们拿过来直接掌控就是。魔头已经破封，足见青云的局面确实危急。就算我们几个顶级宗门能够把那些魔头赶回封印中去，我们要花费出多大的代价呢？假意稳住青云宗，暗中悄悄积蓄势力，待其松懈防备，便一举将青云彻底拿下。照旧拉拢其门下弟子，暗中将人才尽数收拢，亦可借联姻拉拢，顺势收服一众门下之人。即刻联络各大宗门，逼青云应允镇守封印魔头，就此退下。这帮小人还在想着算计我们，我狠狠驳斥了他们，简直是一帮混蛋。不过狼牙圣师有答应给我们资源的意思，我让他们派人前来商量。大师兄，他们要是来生事，可怎么办？抽他们。总不能来的全部都是渡劫境老怪物吧？既然如此，
那就都不是我的对手。这是我青云宗，连那些魔头都镇压得住，渡劫境一个两个的，还不如那些魔。如果他们派人来好好谈判，答应给我们资源，我们要多少？这种事就让张扬去谈吧。通过7天的思考，大家应该对这次秘境之行的方方面面有了足够深刻的理解。现在，有请感触最深的最先站出来发言，每个人都得做出报告。谁先来？行，张长山，你先来。这次秘境之行，我进入了秘境之中，见到了其他宗门筑基期的弟子，他们完全不尊重我们青云宗。想我青云宗堂堂5000年上古宗门，竟然被鄙视，我很痛心。除了痛心，我还很愤怒。我想到了大师兄说过的一句话：落后就要挨打，实力弱就没有话语权。最后，青云宗的未来在我们手中，我们当肩负起振兴的重任，共同创建美好的明天。青云万岁！青云万岁！大师兄，我们青云宗以后会变成什么样子？造孽呀！行了，既然答应让张扬管理青云宗的事情，就随他。你们去闭关参悟河道境的奥秘，其他事情交给我。近期之内，我就专门负责盯着青云宗的事情了。我们在振兴青云的同时，也要了解世界的变化，知道外面的情况。今天我就来好好给你们解释一下各个大陆之间的情况。眼前的这幅图就是我们整个天下的地图，靠近中间的这个位置就是我们青云宗的位置，而这块大陆叫做青云大陆。为什么叫做青云大陆？因为5000年前青云宗在此创立，鼎盛时期，整个大陆都是我青云宗的地盘，所以才会被叫做青云大陆。1000年前，宗门历经浩劫动荡，宗门元气大伤，疆土只剩300余里。论起昔日地业划分，如今两国疆土与北方宗门之地，从前皆属青云斩下，两国名号之中带云，根源便在此处。所以，我们青云大陆的人都是一家人。这个地方就是狼牙圣地所在的位置了。这次我们在秘境中见到狼牙圣地的人了吧？他们号召几十金丹弟子想要围攻我们青云宗的人，被我和明月师妹、江师弟等人联手，把他们打得死的死，残的残。但是，他们肯定是不服气的，早晚还会对我们出手，所以，我们得警惕他们。这件事情，我们确实应该伸出援手，所以等会儿让紫妍取200万灵石，还有一些灵草和材料给青云宗送过去。除此之外，通知其他相熟的宗门，让他们也考虑考虑，适当送一些资源过去。无论多少，最好都表示一下心意。这件事情，我们确实得承青云宗的人情。凭什么？他们青云宗在青云大陆享受了众人爱戴几千年，就应该担负起责任。镇守魔头本来就是他们应该赚的，他们镇守1000年了。这件事情就这么安排。紫妍，你按照我说的去做。是，师祖。张道友，这是我们天玄宗的一点心意。我们天玄宗虽然不富裕，但是遇到这种大事，我们怎么也得尽到自己的责任。天玄宗趴在云山帝国身上吸血多少年了，居然就送这么点东西。代我向天玄前辈问好，青云宗感谢天玄宗的慷慨。道友客气了，那我就先回去了。听说青云宗镇压着魔头，不会是骗我们的吧？滚！小畜生，安敢辱我！你家长辈没有教导你怎么尊重人吗？尊重人的前提是先尊重别人。你得罪我，我顶多是嘴上喷你几句，也不能拿你如何。但是你得罪我师父，完蛋！你亲自去体验一下，看看是不是骗你的。怎么回事？饶命！你怎么了？你没事吧？别杀我！我带他去看看魔头的真假，没想到一个幻魔就把他吓崩溃了。这下他应该知道是真是假了。出什么事情了？好可怕的魔头！千万不要放出来，太可怕了！那些魔头都是什么样子的？很可怕，眼睛比人头大，通红通红的，身躯比山还要大，太可怕了！
师傅，只是说几句话就能让天玄宗送几百万灵石资源过来，这已经是赚到了。但是如果有一天我们青云宗实力强大了，解决完那些魔头以后，是肯定要收回我们原来的疆域的。你想要把疆域收回来？我青云宗的地盘为何不收回来？他们已经创建宗门几百年了。我青云宗的天青极云大阵笼罩整个青云大陆，这就是我青云宗地盘的证据，想来他们是无法反驳的。你看着办吧。师傅，青云宗交给我，你放心好了，我肯定会让青云宗光耀整个青云大陆，重现1000年前荣光的。为什么总想着光耀整个大陆呢？这还有为什么吗？为什么不呢？那些大宗门的人已经来了，你准备好和他们谈吧。师傅，你做好和他们打架的准备了吗？我一直准备着。什么情况？青云宗居然没有任何动静。琅琊圣地万灵宗、归元寺、守医官等前来拜访青云宗。诸位前辈，别站那么高，赶紧下来吧！千万别想飞进青云宗啊！出了什么事儿，我可不负责。一群二无在，装什么装？吾等远道而来，青云宗居然就派你迎接，这是待客之道。魔胎泄露，师傅正忙着镇压呢。现在我是代掌门，欢迎礼仪都在大殿等着呢。小道友说笑了，我等客随主便。诸位前辈请。欢迎欢迎，热烈欢迎！一群筑基期的娃娃这么高，非常难受啊！师妹，上好茶。好茶。诸位前辈，这都是平时我亲自采摘制作，让诸位前辈失望了。小道友不用客气，贫僧早就了断红尘，对尘世之物无所求了。难道你师父没告诉你们吗？魔胎的事情你不是也知道了？魔胎我知道，你们答应给我们送资源，你们都是好人。这些年青云宗太穷了，灵石没有，丹药没有，要不是云山帝国修房屋，新弟子连住的地方都没有。诸位前辈，你们答应送给我们资源是不是真的？准备送多少资源啊？小道友，我们有些重要的事情和你的长辈们交谈，是不是去禀报你的长辈们比较好？千万不能打扰他们，要不然要出大问题的。前段时间，整个青云宗地震了一般，地动山摇的。从那以后，师父和几位师叔就闭关了，严厉吩咐过不许打扰他们。我倒是可以通知他们，但是如果他们出了大问题，谁都负不起责任。当然，如果你们非要让我去通知我师父，你们才答应给资源的话，我也可以去通知的。到时候出了问题，其他人问我魔头怎么跑出来的，我就实话实说，是你们放出来的。那还是算了。师父说了，我就是下一代掌门，有权利决定青云宗的事情，所以你们有什么事情和我谈就行了。小家伙，我就直说了，我们确实可以给你们一些资源，但是你们也要付出一些条件，对吧？前辈这话我就不爱听了。阵风魔头本来就不仅仅是我青云宗的事情，我们镇守了1000年，一代代前辈化为枯骨，甚至有的尸骨无存。即便如此，我们也并没有要求什么。现在我们守不住了，在准备撤离的时候，师父还派人通知你们，我们已经仁至义尽了。现在你们愿意给出资源，相当于出钱请我们帮你们阵风魔头，怎么还讲条件呢？其他前辈评评理，
是不是这个道理？这青云宗诸位劳苦功高，这我们都是看在眼里的。阵风魔头这件事情，确实也不是任何一个人的事情，所以这次我们不就派人来了吗？我的打算是，贫僧从今天开始就加入青云宗了，以后帮助宗门阵风魔头。至于其他道友是什么打算，我倒是不知道了。这和尚来真的，这家伙以身入局，这一手很阴险了。大师真的决定加入我青云宗？贫僧自然如此。佛说我不入地狱，谁入地狱？这一次，贫僧决心舍弃此身，与魔头们拼了！那大师以后到底是青云的人，还是其他宗门的人呢？魔头一日不解决，贫僧就一日是青云的人。在魔头彻底解决之后，如果贫僧还能活着，到时候再论其他。我们也是这样的打算。如果诸位前辈答应帮忙，那真是再好不过的事情。作为代掌门，我是非常欢迎诸位前辈的，甚至我现在就可以允诺，诸位就已经是青云宗的人。既然你们已经加入青云宗了，那我想请问你们说愿意给我们宗门资源到底给多少？灵石1000万，各种炼器材料加起来不少于1000万灵石。至于丹药，青云宗大部分人都是低阶弟子，所以筑基期和金丹期使用的灵丹，我们愿意给出1000颗。各个宗门给出1000万灵石，这对于这些顶级大宗门来说，就是个屁。我们也大概是这样。如果有了这批资源，青云宗那些弟子将得到巨大的飞跃。可是，几个河道境加入宗门，那就是巨大的祸患。那让他们发个誓，可是发誓这东西真的靠谱吗？一时间很纠结，不知道如何应对。张扬，他们是什么人？师父，你镇压完魔头了？那些疯爷没事吧？对了，他们是什么人？师父，他们是来给我们送资源的，每一家都答应送1000万灵石、1000颗灵丹、1000万灵石的炼器材料。看，除此之外，几个前辈还答应加入我们宗门呢。这点东西，简直就是打发叫花子用的吧？真当我们没有见过钱？要是你们几个答应加入青云，表现出了一点诚意，我作为当代掌门可以答应你们，加入宗门以后，肯定就得参与镇压那些魔头了，这就牵涉到我青云宗的绝密。所以，抽出你们1半的元神，禁制在我这里吧。开什么玩笑！这位应该就是青云掌门青云子道友了吧？道友的要求很过分，我们是不可能答应的。你们的要求就不过分了。我知道你们打的是什么主意，不就是冲着我们仙气来的吗？我答应你们，只要你们拜入青云宗，把元神禁制交到我手上，我就把仙气给你们控制。如何？我已经够大度了吧？还是说，在我没有出来之前，你们在故意忽悠我的徒弟？青云子，我敬你是青云掌门，实际上，你不过是一个小辈而已。老夫寿元1300余岁，乃是和你师父同辈之人。你敢对我提出这样的要求？你自己说说，你会把生死交给别人控制吗？老匹夫住口！你也配提我师父？不过是吃长了些年岁、碌碌无为之辈，这一生有何成就？而我师父顶天立地，为了镇压众多魔头付出一生，就凭你也敢和我师父相提并论？小辈，你敢不尊重我？你有值得尊敬的地方吗？或者说，你们有值得尊敬的地方吗？那么多魔族强者的危害，你们不可能不知道，但是你们视若无睹。你们不帮，
反算青云，我们要撤，你们才给。哼，装施舍给谁看？要加入，为何不交禁制？若非我不想翻脸，杀你们如捏鸡。听你的意思，还想和我们动手？谭秋水没有告诉过你们不要轻易和我动手吗？40、50年前，我给了他机会，让他比划了几招，是不是反而给了你们信心？你何时具有如此实力了？几百年时间，你就可以修到如此地步？你们知道我这几百年来的对手都是谁吗？滚吧！我们青云宗不接受施舍，拿着你们的东西赶紧滚！3个月后，你们准备去面对那群魔头。哦，没有3个月了，你们只有2个月时间准备了。且慢，青云道友，不要冲动。对，施主不可冲动，我们有事好商量，我们绝对没有其他的意思，只是对青云宗这些年遭受的损失做出一点补偿而已，这都是我们的一点心意，还请青云道友不要冲动，或者道友有其他的条件，我们也可以谈。从头到尾都不是我们要你们的资源，是你们主动送的，你们要搞清楚了。是。我要忙着镇压魔头，现在青云宗的事情都是我徒弟在处理，你们和他谈就是了。不过谁要是欺负我徒弟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。小道友，我们都是很有诚意的。诚意？要不是师父把你们揍服，哪来的诚意？我已经感受到了诸位前辈的诚意，非常充足。我们归元寺送出5000万灵石，各境丹药数千颗，以及2000万炼器材料，小道友以为如何？我们守一贯也如此，外加一份天雷液，对镇魔有奇效。抢钱哪有这个快？这次不会有什么条件了吧？这是补偿青云宗的，自然没条件。不过3年后天骄战场开启，这是阳明的盛会，希望青云宗能参加。小道友意下如何？有好处吗？好处自然有，宗门对赌的丰厚奖励，外加战场内的天大机缘。我们青云宗很穷的，给的东西都要镇魔，哪有钱交出资费？天骄战场不用你们出资，我们分担就是。可是我才金丹期，进去根本比不过你们的门人弟子。不用担心，规定30岁以下才能进入，大家境界大致和你差不多。行，我们青云宗参加了。诸位前辈还有其他要求吗？那你们青云宗还会继续镇守那些魔头的吧？当然，那可是我们的仇人啊！有了这些资源，我们至少可以支撑10年。这是我们的资源。多谢诸位前辈。发财了，发财了！赶紧去清点一下。臭小子，你答应他们进入天骄战场，这事儿可麻烦了。师父，那天骄战场有什么问题吗？天骄战场存在的时间非常久远，可以追溯到3000年之前。天骄战场的前身，据说是从天外掉下来的一块巨大的陨石，有着强大无比的天地之力。大家发现，只要靠近这块陨石，大道之力、寿元都会被吸走。有不信邪的渡劫期强行闯进去，最后在众目睽睽之下，活生生烟消云散。后来一个小修士无意间闯入，大家才重新重视起来。经过不断用人命试探，最后确定这块陨石只允许大致年龄在20到50岁的年轻修士闯入。进去以后，才发现这块陨石上孕育着无法想象的天才地宝。整个天下都疯狂了，大家蜂拥而入。你可以想象，为了争夺天才地宝，死了多少人？
搞个秘境，没人看着都要死几百，何况天才地宝。从那以后，只有真正的天才才能联手登上去，普通修士去就是找死。如今约定每300年开放一次，进去好处巨大，但也几乎是九死一生。师傅，放心好了，我虽然是金丹期，但一般元婴期应该也不是我的对手。我那么多灵气可不是吃素的，加上我雄厚的灵力，完全可以碾压他们。你别想着依靠那些灵气了，进入天骄战场，任何有法力的东西都带不进去，全都会被陨石吸收。你只能依靠自己的境界和符元去和别人争斗。我靠，我的灵气居然用不上了，实力直接被削弱大半啊！宝器、法器都带不上去。空间戒指、灵石都带不上去，这是我担心的第一个地方。你灵力雄厚，但在那儿优势不大。那从明天开始，我得锻炼一下没有灵气战斗的局面了。知道天骄战场如此危险，你还要去？天骄战场孕育天地奇珍，我没道理不去。说不定能刺激出我新的大道雏形了。与其让大宗门不断干扰，不如我走一趟，为我们青云宗争取3年的和平发展时间。我们这帮老家伙，居然要靠金丹期弟子卖命。刚才只是第一个危险，接着说第二个危险。师父，请说。天骄战场还牵涉到冥冥中的气运之说。气运？气运看不见摸不着，但必定存在。活着出来的都成了天下最顶级的强者，夺得桂冠的人更是可以说镇压一个时代。输了后果非常严重。这都什么神仙逻辑？师父，能够在众多天才厮杀中活下来的，谁不是有天赋有能力的人？这样的人早晚成为强者，有什么好奇怪的？至于夺冠的人，他都把所有天才揍趴下了，可不就镇压一个时代了吗？气运之说还能这么解释？总之，当尽量去掠夺其他人的气运。既然如此，那就夺一个冠军回来就是了。你有信心？没信心，但不管有没有，先带着必胜的信心出发，再准备周全，后果肯定不错。好，接下来要对你进行严厉特训，同时还得准备应对第3个危险。第3个危险是什么？如何安全的把你从天骄战场接回来？这群大宗门让我去天骄战场，绝对没安好心。万一我活着回来，接我回家就成了大麻烦。这群该死的东西，天天就想亡我青云宗，这次绝不能如了他们的意。大师兄，我等在3年内一定进入河道境，一切以平稳为主。现在的青云宗不能再出问题了。张扬，你真是我们青云宗的福星。相比起你来说，大师兄前面的2个徒弟，我只有1个徒弟。哦对，还有明月，我以前没有过徒弟。元神境以上的丹药全部给师傅和几位师叔。师傅，你给我们交个底，你的实力到底在什么层次？我也好安排接下来的事。河道巅峰，但是因为一些情况，刚进入渡劫境的我也可以打一打。师傅实力了得，这3年里如果能再进一步，那我们青云宗就没什么可怕的了。我和师妹的目标就是3年内成为元婴境，大家敞开用资源，哪怕堆也要堆出来。大师兄放心，成为元婴应该不是问题。至于那群弟子，3年时间应该都能进入金丹期。几位师叔每过一段时间要给他们讲道。师傅，我准备干一票大的，希望师傅能同意。你又要干嘛？其他宗门绝对不容我们度过10年之期，我们要把这几个亿的灵石和丹药全部花完。花不完，根本花不完。只靠我们当然花不完。我准备复制基础筑基功法，送给附近所有村落和青云镇的人。筑基成功的都来宗门领资源。3年后，我青云宗将有过万的筑基大军，过万金丹一起作战，一人一道雷电术，都能秒杀河道境了吧？必须把功法传给所有人。张扬啊，金丹期人多没用，河道境随手一击，金丹就得灰飞烟灭。师傅，我们目标是防备进攻，而且还能攻击他们的宗门。
我们要改变思维，别人卷境界，我们必须弯道超车。天赋不好的，去建设药园采矿，为宗门贡献。思维变了，路就活了。行吧，你去弄吧，有需要就找我们。大师兄，不知道我能做什么？师傅走去库房，师妹跟上。以后你负责管账。师傅，元神镜以上丹药拿走分了，敞开用。师妹拿3000万灵石、2000颗丹药给外门弟子。师傅，2000万灵石补充大阵。师傅，快看哪种功法最适合大众筑基？真把功法给出去啊！长生诀、后土诀最适合，还有这本。够了！事情准备完成，我先去忙了。青云子渡劫了，他如果没有渡劫，老夫不至于连还手之力都没有。他没有渡劫，几百年了，他绝不可能离开青云宗，定是镇守大阵抽不开身。就算他渡劫也无妨。这次勒索了材料，咱们有足够时间布局。3年后的天骄战场，定要消掉青云的气运。我还建议继续派人进入青云大陆，把整块大陆的底蕴挖走。对，绝不能给他们联络其他宗门的机会。回去就派弟子过去。我只想去云梦泽抓几条彩虹鱼，到底是谁把灵狐都挖走了？你们干的？都是河道境了，谁稀罕那几条破鱼？从今天开始，青云宗所有资源敞开用。缺灵石、缺丹药来找我，但必须用任务积分换。每过7日，殿前集合修习宗门心法典籍，并提交修行感悟文书。谨遵首座师兄嘱托，定要全力以赴做到极致。我必突破元婴境界。这是长生诀，是可以修仙的。仙人。无论老幼男女，有天赋就去青云宗，灵石法宝管够。多谢青云宗，多谢仙人。